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古装偶像剧《长月烬明》最近这2天出事儿了。作为这段时间大火的古偶剧，它被举报了。《长月烬明》的热度已经赶超了去年的《苍兰诀》，开播以来好评度高涨，俨然成为古装剧的代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古装仙侠剧《长月烬明》在抖音的热量突破150亿。在开播之前曾被央视好评，如画卷般的精致海报，说明美术团队做得到位。剧中汇集了罗云熙和白鹿这2位古装男神和女神，人物演绎也很到位，所以这次被举报就有点人红是非多的意味。被举报的理由很有意思，是广大网友或者家长觉得这部剧其中有些剧情三观不正，涉嫌抄袭。这个消息确实挺让人懵的。从网上晒出的举报内容看，是因为男三叛国的剧情惹到了一些网友，他们觉得孤城为逼、父献子死、朝亲卵妇这种行为居然被影视剧美化了，简直不能忍，这编剧怎么敢呢？反正言语中就是异常生气的状态。气愤的同时，网友也晒出了自己举报《长月烬明》的截图。晒出来之后，剧目和明星粉丝自然不愿意，双方就发生了对线行为，越吵就闹得越大。于是他们就号召更多的人去举报《长月烬明》，对于剧情和男女主的人设进行强烈批评。估计还有一点原因，就是早前剧目方宣传单的口径是以国为先，以家为次，但是实际上剧中的剧情反了，让一些网友心理上接受不了。网友们这种操作确实有点没看懂。家长网友举报动漫那是常有的事情，举报玄幻类电视剧还真是头一次听说。本就是玄幻神话类的剧目，和现实也扯不上什么呢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事情是饭圈之间的争夺？古装偶像剧的饭圈之争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停过，不管明里暗里。比如有用心的粉丝居然统计，首播前几集白鹿和罗云熙的出场分钟，罗云熙235分钟，白鹿200分钟，然后就引起了一些粉丝不高兴。其实这部剧目虽然改编自小说，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小说内容来，可以说是魔改了。因为小说的内容尺度太大，还是毁三观那种，根本没有办法拍出来，故而也遭到了一部分原著粉丝的吐槽。既然是魔改了，那么编剧就需要重新设置剧情，按照编剧的思路，自然是怎么能引起人们的议论怎么来，也难免会陷入俗套之中。剧目只有了话题度，才会有热度。除了叛国剧情方面，《长月烬明》被举报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炒作以及原著涉嫌抄袭。电视剧涉嫌抄袭《仙剑奇侠传3》，小说抄袭的事情是有网友反映，《长月烬明》电视剧原著小说抄袭了《我的床上有只鬼》。该网友在对2部小说做出对比之后，发现《长月烬明》原著存在洗稿行为，洗得还非常漂亮。该网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晒出了大量对比图，并进行了标记。从这些对比的情况来看，几乎可以认为是实锤了。其实电视剧剧情魔改了，名字也和小说不一样，除了某些方面电视剧和原著小说没啥太多关系。长月烬明抄袭《仙剑奇侠传3》，原著被曝抄袭，结果电视剧也没落下，抄袭的还是大名鼎鼎的经典剧《仙3》。剧情分镜、服装道具、剧中人物动态举止、神情表现等等，都被有心的网友找出来了，和《仙3》进行一一对比。还别说，有些地方还真是大差不差。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，2部剧的幕后制作是一个团队了，或者是继承了《仙3》思想？有时候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就看你会抄不会抄。其实查了查才发现，这部剧从开播的疯狂营销，孵化到的万众期待，再到被极致审判，因为 low 深夜喜题微博热搜第1，再到被举报，争议就一直不断，每一步都走得令人意想不到。细数下来，真的有人因为这部剧得利了吗？感觉无论是剧本身还是演员都无人生还。男主罗云熙一开始就因为受脱相引发很大争议，后来又因为粉丝吹挥舞40斤武器而被嘲讽。
最后因为人设双标喜提 Locking， 粉丝紧随其后喜提 Lows。 之所以 Low 话题能上热搜，除了人设 OOC 的 Low， 男主既想要反派人设的时髦值，又想要正派人设的道德高点，既想要美强惨的红利，又想要光伟正的人设。剧方强行把女主视角的剧改成了男主视角，角色上就显现出了矛盾感和割裂感，结果就是人设崩裂，连编剧也出来和剧割席了。男主还收获一记出圈角色润玉的回旋镖，连润玉的滤镜都被反噬了，还有剧外操作和谐统一的 low。 女二手拿祭天剧本，热门被撤，视频被删，被买黑热搜，带 tag 上不了热门，压热度，引起女二粉和路人严重逆反心理。于是很多人半夜上 B 站团建，一堆5、6级的号在剪得比较好的视频下面评论，在被删除之前一度达到了3万投币、2万评论，然后被原作者删了。观众一骂剧，剧方就开始骂女二挡刀。刚开始这部剧就是想引导观众撕话题，撕女二恶毒，结果剧情人设太烂，控不住观众，又想捂嘴。剧方粉丝对骂还没那么逆反，捂嘴最让人逆反了。追剧氛围从一开始就很微妙，男主女二撕女主，女主撕路人，女二撕男主女主，只能说各位粉丝和剧方 low 到一起了。现在路人反扑只能说是福报，女二陈都灵收获流量和热度，但是也收到了很多黑和恶评，被骂得很惨，可能算好坏参半吧。男二和女三就没什么存在感，跳过吧。男三本来是没什么存在感的，结果粉丝一通骚操作，为了给和男主站队的男三的投敌叛国洗白，拉出中华上下5000年，从春秋战国到弯弯无一幸免，连岳飞都被拉出来被骂于诛。其实这件事真没什么好特意洗白的，粉丝真的疯了。不用说古代，放在现代职场中也非常炸裂。站在公司和行业的角度，公司给了你资源和团队让你做项目，结果在公司竞标的时候，你带着团队的人和策划案加入了对立的公司，这样的行为就算是放在现代，不管哪个行业中都是被唾弃的存在。就这样的人都得在行业里被封杀。站在打工人的角度，你们的这种行为导致公司破产倒闭，打工人拿不到1分工资，并且因此失业，然后还要被你们审判嘲讽，真的不理解。一个架空剧，非要把真实历史拉出来做对比干嘛？还是一堆历史文盲。在中国，忠君爱国的思想还是主流的，很少有人能接受弃暗投明，为了百姓，为了士兵这一套说辞，于是就被举报了。但还是要说，不赞成举报。本来一个很普通的仙侠古偶剧，非要极力上价值观，互撕到最后，运用公权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很不可取。粉丝这一套操作下来，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本来大家都在骂剧情和人设 low， 打打嘴仗也就过去了，结果粉丝非要护剧护演员，无脑发疯，这不就让观众逆反了吗？直接开撕你家哥哥姐姐本人，一有人骂 low， 就说你是收了钱的水军，要不就把嫌弃主角行为 low 的人打成恋爱女二的。既然能夸 8KW 的播放量，就不要怪有那么多的路人审判呢。剧烂可以怪编剧，怪服化道，怪演员，怪导演，怪资本，就是怪不到观众头上。粉丝就是不肯承认，这部剧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就说明有很大问题，而不是所有都来源于粉运营销。然而他们宁愿霸凌观众，也不愿意承认剧本的问题，毕竟这是自己哥哥姐姐精心挑选、认真演绎的作品呢。女主白鹿更是最大的输家，演技不说了，本来因为周生如故的哭戏收获的路人缘一败而光，剧里几乎没有存在感， CP 也没起来就算了。更惨的是，剧外的言论全被扒出来了，被嘲精神男人、厌女。理解在父权压迫下，思想一开始会遭受蒙蔽。当年也有很多明星说自己是哥爷，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时代早就不同了，还一直用类似的词汇，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，就说不过去了。他的问题在于转行艺人好多年，演了好多年的戏，还这么口无遮拦。如果只是多年前说过，那大家也会包容一些。现在又被扒出来说自己小母狗，着实离谱。毕竟这个词的产生
确实对女生带有不好的侮辱性质的含义。本来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儿，结果他告黑了，于是又收获一波翻车和嘲讽。真的搞不懂他和他的团队到底在想啥。玉楼春自导自演，在外雇水军反串韩国人骂中国，骗取大家的爱国情怀来营销的事迹也被旧事重提了，这波得不偿失。最绝的是，白鹿母狗言论发酵之后，凤秋黄男女主分别发了自己和狗，很难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。总结来说，这部剧从开播以来就大战800回合，男主女主女二互撕，粉丝撕路人，粉丝和剧方的骚操作引发路人逆反，路人开始撕剧和上升演员。感觉这部剧的宣发思路就是让粉丝撕，从播剧开始就这样，平等献祭每一个人，各种意义上的回旋镖都飙回来，并创飞了所有人。演员在优酷播剧，不知道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为了一时赚钱，无底线营销，表面上是坏了口碑，但其实扩大知名度，然后吸粉虐粉。表现一般的也能挣点人气，表现好点的直接变流量。一般有点热度的剧都会吵架，反过来说，剧烂也可以靠着吵架提升热度。可能这部剧最大的得利者就是优酷了吧，收获了流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